男孩捡起一粒鸡食喂给妹妹，然后自己又从地上捡起一粒，赶紧放进嘴里。这就是男孩和妹妹3天以来吃过最好吃的东西。妹妹，快吃，张嘴，哥哥喂。哥哥也吃。2个娃娃瘦的小脸嶙峋，此时正在食槽缝隙里扒拉着鸡群着实不到的包谷穗和麦粒，互相投喂，脏兮兮的小脸上溢满了幸福。小朋友，仙女姐姐饶命呀！我们没偷东西，我们就吃点点渣渣。仙女姐姐，你打我吧，别打妹妹。别怕，姐姐不会伤害你们的。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呀？农场地处偏僻，周边并没有村落，开车进来都要1个小时。这2个小娃出现的太过古怪蹊跷，而且他们穿着古装，又喊我仙女姐姐。聪慧的方锦珠心里已经隐隐猜出是什么情况了，眼下震惊，轻声询问：姐姐，我们是从那来的。方锦珠眼皮子一跳，心中的猜疑几乎落定。若真如小男娃所说，那他们肯定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方锦珠即便觉得不可思议，但也没忘了先伸手，仔仔细细将2个娃娃检查了一阵。很瘦，但小身子温温热热，是鲜活的小孩子无疑。你们肚子很饿对吗？可这些是鸡食，吃了会肚子疼的。走，姐姐带你们去吃别的东西。不管他们是从哪里来的，都只是饿坏了的可怜娃，先让他们填饱肚子再说。2个小娃娃一脸忐忑，怯怯地跟着方锦珠来到了农场宿舍。方锦珠娴熟地做了2碗鸡蛋面。你们会用筷子吗？要不要姐姐喂？2个娃娃被香喷喷的食物震惊呆了，正愣得齐齐点头，又齐齐摇摇头。仙女姐姐，叔叔会自己吃饭。瑞瑞也会自己吃饭的。回神后，2小只看着方锦珠的眼神不可置信又炙热。哇，好香好白的面面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漂亮的饭，这是仙女姐姐才能吃的饭吧？我们真的可以吃吗？当然啊，都是你们的，不够姐姐再给你们煮。好懂事好可爱的小娃娃呀。闻言，2小只惊喜到小手欢快拍了起来。见此一幕，方锦珠忍不住展颜笑开。这一段时日接踵而至的烦闷痛苦，好像都消散了许多。姐姐，这个饭太贵了，我们没有钱。姐姐有剩饭吗？姐姐，叔叔吃剩饭就好了。这就是姐姐吃剩的饭，快吃吧。天哇，仙女姐姐家的剩饭都这么的好呀！趁着这间隙，方锦珠赶紧到厨房和储物间搜罗了一圈，2排钙奶，2袋牛角包，还有1袋5连包的方便面。储物柜里还剩了半袋米和1袋白面，给自己预留出2天的食物。方锦珠把剩下的都一股脑打包装了起来。这些东西他准备让2小只带回去，虽然长久的忙帮不上，但既然遇上了，能让2个娃娃吃上一段时日的饱饭也是好的。收拾好出去，就发现2小只正端坐着望过来，碗里的面都还剩大半碗。吃饱了吗？姐姐，这个饭能不能让瑞瑞带回家呀？瑞瑞是想把饭带回去给家人吃，对吗？小夫肚子饿，祖母肚子也饿的。姐姐，瑞瑞可以带回去吗？当然可以。如果你们的家人对你们很好的话，姐姐当然希望他们也不要饿肚子。不过姐姐担心这里的东西和你们那里的大不一样，如果你们带回去，会不会给你们带来麻烦？不会的，小夫很好，祖母也很好的。方锦珠放下心来，只要不给2小只带来麻烦，她自然愿意帮他们一家子。她把收拾好的东西拿出来，这些都是姐姐不要的食物，如果你们乖乖把面吃完的话，姐姐可以把这些都送给你们带回家哦。看到方锦珠手里2大包他们从未见过的稀罕食物，2小只再次瞪圆了眼睛，赶紧乖乖坐下。这次一点不剩的把面吃了个精光，面汤都没留一滴。仙女姐姐，我们还能来找你吗？瑞瑞拉着叔叔的手，一脸不舍地望着他。这次回去就别再过来了，姐姐要搬家了，这里也不知道会搬来神仙还是妖怪，你们要是再误闯过来，也许会遇到危险的。听闻再也见不到姐姐，瑞瑞和叔叔眼底瞬间蓄上了眼泪，却懂事的点了点头。我们会乖乖听姐姐的话。方锦珠把2个大塑料袋1个娃手里塞了一个，又把绑好腿翅的2只肉鸡也勉强塞到他们小手里，就替他们打开了棚门。祖母，叔叔再见。闻声，楚老夫人2人赶紧小跑过去。你们去哪了？可知道吓坏祖母了？这些都是什么？你们从哪捡来的？一眼看到2个孙孙手里不同寻常的物实和鸡，楚老夫人惊疑不定地问道。魏嬷嬷赶紧上去接过了2个孩子手中沉重的物件，也是满眼震撼。这是鸡。祖母，瑞瑞和夫妇碰到神仙姐姐了，她给我们吃好吃的，还送了这么多好吃的，让我们带回家，说给小夫和祖母也吃饱饱呢。祖母，神仙姐姐那里好多次的呢。娘，瑞瑞叔叔。楚老夫人正震撼走神之际，一道纯亮且急切的声音从仓房外传来。小叔。瑞瑞却有些心虚的闪了闪眼。小夫。
瑞瑞，你是兄长，怎么能带着妹妹乱跑？你可知把祖母和小叔都急坏了？男孩在挖草吃时，忽然发现树后面出现了一扇门，于是男孩带着妹妹向门内走去。转眼他们却来到了一个鸡圈里。就在他们发现这里的鸡居然比他们吃的还好时，男孩赶紧捡起了地上剩下的鸡食喂给妹妹。就这样，俩人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。可就在此时，他们的祖母得知两个孩子不见了，急得眼冒金星。在他们这个在荒年，到处都在交换孩子吃，他不敢想两个孩子如果走出去会发生什么。就这样，他急忙吩咐亲信去告知自己的小儿子。母亲身边的人急匆匆地赶到军营，说两个孩子走丢了。他一路狂奔回来，焦急如焚。半年没下雨了，眼下北辽石溃水乏，已经到了绝境，外头已经有一子而食的现象发生。他怕极了，怕两个孩子出了府就会被恶人掳走。小叔不凶，不怪哥哥，是叔叔哥哥带叔叔来借礼找吃的，我们就去到神仙姐姐家了。神仙姐姐，叔叔、小叔教过你，不可妄言怪力乱神。若真有神仙，为何看不到这人间不公？京城那些奸佞贪腐、逍遥快活、醉生梦死，却让守卫边陲的北辽三军忍饥挨饿，百姓求生无门。阿叶，你先看看这个，这是哪来的？是瑞瑞和叔叔带回来的，说是神仙姐姐给的。小夫，瑞瑞不撒谎，我们真的看到神仙姐姐啦。小叔赐这个姐姐给的。从未闻到过的甜香钻进鼻尖，楚叶腹中像是感知到食物的召唤，长期的缺吃少喝，身体对食物的珍惜已经形成肌肉记忆。他只咬了很小的一口，绵软香甜，从未体验过的绝佳的滋味。叔叔吃。楚叶声音微颤，下意识把面包推到小人嘴边。即便是当初在京城衣食无忧之时，他也未曾吃过如此好吃的食物。眼下食物匮乏，这样来之不易的好东西，自然是要紧着孩子和母亲。叔叔赐了好大好漂亮的面面呢，还有蛋蛋。哥哥也赐了，是仙女姐姐做的。瑞瑞也取了面包伸到楚老夫人嘴边，祖母也吃。在孩子们执意之下，楚叶和楚老夫人一人吃下了一块面包，每一口楚老夫人都噎得泪眼婆娑。眼下饱腹都艰难，她竟然还能吃到如此美味的食物，若不是在做梦，那两个乖孙孙定是真的碰到了神仙啊！魏婆婆赐。魏嬷嬷看了眼袋子里所剩不多的面包，连连摆手：不，婆婆不得。话未落音，她腹中就传来巨大的抗议声。吃完东西，梁小芝就迫不及待地拉着大人的手来到树后面。这是去神仙姐姐家的路。瑞瑞，叔叔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孩子凭空消失，霎时慌了神。不过4、5个呼吸，梁小芝就又从小门处走了出来。突然，楚叶向梁小芝消失的位置走去，试图进入那个消失的地方。楚老夫人紧张地盯着他，却看到他直接走了过去了。看来我没法和瑞瑞叔叔一样通往神仙住所。娘，你们在此处等我片刻，万不要离开。突然，楚叶朝外奔驰而去，撞开书房门，因为太过激动，手下止不住颤抖。瑞瑞，小叔需要你和叔叔帮一个大忙。边说他边把书信仔细地塞到小人胸前的衣服里，认真地叮嘱道：你们再去找神仙姐姐一趟，务必把这个信交到她手里。虽未曾亲见，可孩子口中的这个神仙姐姐，他能感受到这位神仙的慈悲之心。她许是北辽最后的希望了。小夫，姐姐不让我们再过去找她的。我们不听话，姐姐会生气的。瑞瑞，叔叔、小叔过不去，所以这个忙只有你们俩能帮小叔。只此一趟，若神仙姐姐生气，你们立刻回来，然后小叔就把这个地方封了，再也不去打扰神仙姐姐，好吗？此刻，他的眼底已经一片泪目，男儿有泪不轻弹。一边是自己血亲小侄的安危，一边是北辽军民的生死，怎么选都如剜心头肉。去了，尚且有一线生机。若不去，瑞瑞和叔叔乃至整个将军府、北辽军民都只能在饥饿中煎熬等死。作为北辽的掌舵人，他只能做对的抉择，而不是私心所愿的抉择。瑞瑞用力的点了点头。好啊，瑞瑞听小夫的，瑞瑞去。姐姐，只是因为太着急，叔叔半摔在地上。方锦珠赶紧迎跑过去，伸手将小人扶抱起来。摔疼了吧，叔叔？不哭。叔叔不疼的。叔叔找姐姐不听话。说着转过小身子，朝方锦珠撅起小屁股。姐姐打。瑞瑞也撅起来小屁股。瑞瑞是兄长，是瑞瑞的错。姐姐打瑞瑞，不打夫妇好吧？方锦珠一怔，眼底连带着心底融化成一片，忍不住再次感慨梁小芝的懂事乖巧。他轻拍了拍梁小芝的头。你们是不是遇到困难了，所以才来找姐姐？瑞瑞赶紧把怀里的书信取出来递了过去。姐姐，这是小夫让瑞瑞带给你的信。方锦珠心中纳闷，伸手接过来展开，很粗糙的纸张，但俊劲有力的字迹却一瞬惊艳了他的眼睛。贤人未曾得见，就传以书信归欠。在下乃是唐武朝镇北将军楚叶，瑞瑞和叔叔是在下的亲侄，此番他们过来送信，实乃受在下逼迫，恳求仙人饶恕他们被迫之过，实在是已至穷相，迫不得已，望仙人与无机会容禀。在下所统辖之地乃北辽荒疆，极贫极苦，水源匮乏，粮草难生。
今朝更是遭遇大战，朝廷也将我们弃如敝履。段良绝响，严令5万军民必须坚守边陲，不得离开北辽城半步，否则便要屠城。这是将我北辽城军民当成了抵御外敌的肉盾。眼下城内5万军民啃树皮、吃杂草、食黄泥，甚至已出现易子而食这等有悖人伦之事。在下虽痛心疾首，却也只能带着军民挣扎求生，只因着坚信活一日，便有望寻到生机。眼下在下已将各府乃至城里可见值钱之物尽数变卖给周边郡城，以此换取粮食，才得以让军民暂时苟活。可即便1日1餐，眼下城内的鱼食也不足撑过3日。如此这般，北辽城亡也。亲值机缘之下，得遇仙人，在下激动难以言表，只怕能得仙人替北辽5万军民指一条生路，哪怕将在下堕入地狱以换，在下亦不会含糊半分。此信送出之时，在下已长跪于府中，不为任何，只为让仙人得见在下一腔虔诚。信徒楚业，承兹中礼。看完，方锦珠眼神沉默于信纸之上，许久没有挪开，粗纸漏笔，却盖不住一个中国护民大将的凌厉形象。即便没有亲眼看到他口中北辽城的惨状，却也能感同身受。难怪两小只恶到合击争时，原来他们背后所映射的是一个城的濒死绝望。方锦珠擦了擦眼尾泛出来的泪意，突然有几分无措。他只是个负债累累的毕业生，并不是什么仙人。一个城的生死存亡，对他来说实在太过沉重。两小只巴巴的仰头看着他，浑身上下都写满了乖巧，甚至眼底还能隐隐看到期待和忐忑。自己所看不到的地方，有5万军民正在忍饥挨饿中等死。如果把农场的物资……刚想到这里，方锦珠就使劲拍了拍自己的脸。方锦珠，别不自量力，清醒点！你只是个失去双亲的孤女，别真把自己当成点石成金的仙人。哪怕你将农场所有的物资尽数给了北辽，也只能救他们一时，救不了一世。但是你这一生就会永远和债务绑死。不行，姐姐，我们现在回去。姐姐别生气，好吧？小夫妇，我们回去，他就会把那里封起来。姐姐放心，我们不会再来打扰姐姐啦。说着，瑞瑞就拉起叔叔的小手。妹妹，我们走吧。等一下，瑞瑞，叔叔，你们在这里等我，乖乖等我，姐姐去就来。从鸡棚出来，方锦珠几乎是一路狂奔回办公室的。瑞瑞，你快将这个带回去交给你小叔，姐姐和叔叔就在这里等你，知道了吗？瑞瑞用力点头。男孩正在和一群鸡抢食吃，突然一个女人出现，并交给他一封信。回去后，家里大人读完信，居然拿200万的字画送给那个女人。楚将军，你让瑞瑞和叔叔代传的信我已逐字读完，心中震撼。我不是什么仙人，我只是和将军身处不同时空的普通人。将军重托我实在惶恐，虽身单力薄，但我不忍见生灵涂炭，恶殍遍地，遂思及一法，若运作得当，许可以助将军一臂之力。将军所在朝代与我之朝代相差千百年，将军那里之物，在我们的朝代许能价值千金。若将军信我，可将府中花瓶字画，亦或者锅碗瓢盆等物，交由瑞瑞让其带到我这里。我会将其变卖，换作等量食物，让瑞瑞带回。我许不会在此地久留，还请将军尽快决定。方锦珠留字。瑞瑞，你快去告诉神仙姐姐，我同意了。叔叔，瑞瑞，你们2个把这些鸡先带回去。方锦珠为表诚意，趁等待的功夫，赶紧在鸡棚里逮了10几只鸡，让瑞瑞和叔叔拖回将军府。将军府的值钱之物几乎都变卖光了，但秉承挑府里最好的东西拿。于是字画、花盆、瓷碗和盘子如数摆在地上。3个大人看着2小只一趟拖回来的鸡，纷纷感叹：这位神仙姐姐可真是个好人。就这样，瑞瑞和叔叔2人又来来回回几次，才把东西全部搬完。瑞瑞，叔叔，现在只有你们2个能在姐姐的家和将军府自由来回，所以叔叔暂时留在姐姐身边。瑞瑞，你要先回将军府。如果我和你们小叔有任何口信，都需要你们代为传达，知道了吗？听说要分开，瑞瑞和叔叔对视，大眼里都有对彼此的不舍和害怕。妹妹不怕哦，小夫是大将军呐，我们也要变得和小夫一样厉害，对不对？啊，叔叔也要当将军。妹妹真乖，我们听姐姐的。听姐姐的。见此一幕，方锦珠的心都化了，脑中的信念愈发坚定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这一次，他豁出去了。叔叔，我们走。他从一堆古物里挑拿了一幅字画，一路进城，自然少不了叔叔的惊叹。哇，好快的铁马！哇，好多的铁马！哇，好高的房子！姑娘，这字画你是预备卖还是想鉴定？老叔，我今天只是奉家人的令出来打听行情的，但价钱如果公道，也可以出手，还请您帮忙长长眼。梁卫国接过字画，又被他身边的叔叔吸引了注意力。见老者的视线望向自己，叔叔朝他咧开小嘴，甜甜笑开。爷爷好，3个字顿时心生慈爱。好，真是个有礼貌的好孩子。你是孩子的妈妈？不是，我是他姐姐。
你和他年岁相差这么大，你父母也算老来得女，看你的穿着，家里条件一定也不差，怎么还将孩子养成这副模样？之前父母忙于生计，我又忙于学业，确实疏忽了对小妹的喂养。不过我现在已经毕业，在家替父母打理农场，以后也有时间好好照顾小妹了。能心疼孩子的，基本都是心存善念的，应该不会太坑人。姑娘，你这字画是哪来的？方锦珠早就想好了古董的来路。老叔，这字画是我爷爷的，他生平最喜欢搜罗这些旧东西。说实话，这个字画我也不知道是他从哪里搜罗来的。如果我估的没错，姑娘的字画是出自2000年前的唐武小国。唐武小国？可我怎么从来没听说有什么唐武国？不瞒你说，我也是近些日得了这本古籍，才知道1000年前竟然还有这么个籍籍无名的小国。小姑娘，你真是好福气啊！你爷爷留下来的这幅字画可是个罕见的宝贝啊，能值这个价里。20万。若能值20万，那他就有钱请收割机收粮了。500亩地的粮食，该是能暂时解决北辽的困境了。而且这样的字画还有一副，胸口的心激动的像是要蹦出来似的。是200万。200万。说来也是，姑娘你运气好，刚好逢遇我得了这个古籍，又刚好有感兴趣的老主顾让我帮忙留意这个朝代的古物，否则姑娘的字画只怕是要宝珠蒙尘了。这幅字画的价格已经远超他的预期，就算这老梁头报价还有虚空，他也知足了。200万，这下不止北辽国，农场也有救了。姐姐笑了，姐姐笑真漂亮。看着小人纯净软萌的眼，方锦珠没忍住，伸手将他抱进怀里，亲了亲他的小脸蛋。叔叔，我们有救了。嘿嘿，姐姐开心，叔叔也开心，爷爷更开心呀。从古董店出来，佯装若无其事的来到停车场，上车系上安全带，他才再次掏出手机。支付宝是真的。方锦珠猝不及防笑，笑得眼泪直流，随后就趴在方向盘呜咽出声，手间颤抖，悲喜横流。这段日子积压的所有情绪，这一刻都酣畅淋漓地宣泄了出来。见他哭得声嘶力竭，后排的叔叔有些惊慌无措。姐姐，小人连忙站起来，小身子从驾驶位和副驾驶中间的空隙倾向前排，小手够着搭上了方锦珠的肩，轻拍着安慰。姐姐不哭嗷，叔叔在那。软乎乎声音和微暖的小掌心，随着小人轻拍的节奏，一点一点的安静下来。方锦珠抬头，对着后视镜认真的擦干眼泪。叔叔，从今以后你再也不用饿肚子了，姐姐会努力让你们北辽所有人都吃饱饭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姐姐真厉害，比小叔还厉害。走，叔叔，咱们干大事去。我家的农场竟然连接2000年前的古代，甚至2个古代小萌娃还能自由进出，而今天我却收到了来自古代大将军的包裹，一转身就卖了200万，只因大将军向我求助，原来他那里灾荒年百姓食泥土吃草根，于是我拿着200万就去采买物资。老板，我要收割500亩的农场，请帮我配好装卸工人和收割机和传送带，机械臂也要。租赁公司的老板嘴角恨不得咧到耳后根，这可是大单呐！方锦珠付了定金，告知了农场地址，交代一句越快越好就走了。从农机租赁公司出来，方锦珠又开车到了安城最大的大豆批发厂。北辽5万军民饥肠辘辘，农场的500亩粮于他们来说只是杯水车薪，得再采购一些备着才行。老板，有没有碎米或者去年的陈米陈面？我用途广，要考虑成本。陈米陈面除了卖相口感略差，营养成分却相差无几。北辽军民已经开吃树皮啃黄泥了，这陈米陈面于他们来说都已是难得。美女，这3万斤你要是全要了，我就8毛钱1斤亏本给你。6毛，有多少要多少，结现款，给我送到丽平方家农场，怎么样？老板心里激动的一哆嗦的同时恍然大悟，原来是送到农场当畜粮啊，那就说得通了。好，美女一定尽快给你送到。他不是没想到便捷网购，但网购数量巨额，而且会被大数据采集，谁知道会不会点子低，引起网警的注意，质疑他的用途。虽然不是作奸犯科的东西，但如此大额的数量也需要合理的解释。买完米面，他就带着叔叔去了超市。喜欢吗？喜欢姐姐给叔叔买。给叔叔？真的吗？真的，叔叔还可以给哥哥也挑一个。不用的，叔叔和哥哥一起玩，不多买，买次的可以吧？闻言，方锦珠心口一酸，小人儿这是饿出应激反应来了，觉得所有的钱都应该用来买粮食和吃的，买别的就是浪费。他吸了吸鼻子，不由分说的从货架上又取了一只小狗玩偶。好，姐姐听叔叔的，现在只买这2个，等以后大家都不担心饿肚子了，姐姐把这里所有的玩偶都买给叔叔和哥哥，好不好？方锦珠不知道，他随口的一句承诺，在小人心底种下了绚丽可期的种子。阿叶呀，那些东西定是不值什么钱的，就算能换些口粮，那也是杯水车薪。不行，让瑞瑞把娘这个钗子送到锦珠姑娘那里吧。娘，别急，再等等。这根钗是外祖母给娘的最后一件嫁妆，不到万不得已，绝不能动用。且就算这根钗比字画值钱，换来的粮于北辽来说，也只能顶用一时。一想到把一城军民的生计落于一个未曾谋面的姑娘身上，他心中就愧疚难安。
即便背负逆贼的名声遗臭万年，他也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麾下的子民活活饿死。小叔，姐姐信。瑞瑞哒哒上前，哇，妹妹好漂亮，新衣服漂亮，头发也好漂亮。叔叔咧开小嘴，不由分说的将瑞瑞紧紧抱住。叔叔想哥哥了，哥哥，这是姐姐买的，漂亮吧？姐姐给哥哥也买了，也漂亮哟。瑞瑞也有，哥哥的更漂亮哟。哥哥闻，叔叔好香香。妹妹好香呀，像小公主。谢谢姐姐给叔叔洗澡澡呢，姐姐还会下雨。哇，姐姐好厉害，瑞瑞也想洗澡。两小只生下来就日日在一起，这一次是分开时间最长的一次，拉着小手手，小嘴巴巴讲个不停。娘，北辽有救了。锦珠姑娘说字画很值钱，已经顺利变卖，她才买了50万斤的粮食，晚上就可以传送到咱们北辽来。北辽有救了。男人拿起一只蝈蝈就要喂给将军，另一个男人右手捧几只蚂蚁，开心的递给将军。这就是他们半个月以来能找到的最好的食物，而他们自己却不舍得吃。将军，这可是我寻了1天才找到的，快吃！说着，他伸手将蝈蝈递送到楚叶嘴边，眼底锃亮，喉咙不受控制的鼓动了一下。将军，我也找到了好东西。我也有，但不多。不止叶副将，其他几个副将都咧着大牙朝楚叶摊开了手。草根、不知名的干瘪豆子，甚至一名副将掌心之中是10几只早就碾死的黑蚂蚁。虽然都寥寥不值一提，可都是他们眼下最珍贵的东西。我们有粮了。众人的面色齐齐怔住，一瞬间军帐里安静的落针可闻。将军，我们反了吧？也不知道将军这次又变卖了什么，但即便换来了寥寥粮食，那也是杯水车薪。眼下除了房舍，北辽城但凡值钱之物皆变卖换粮了，树皮干草乃至泥土，能进嘴果腹之物都已经吃了个干净。今日有士兵差点拔刀自刎，说与其都饿死，还不如用自己的肉身给三军兄弟充饥。将军，咱们一身忠骨护国民，最后说被舍弃就被舍弃，简直天理难容。楚家军铁骨铮铮，该翻上京战死，而不是在这里憋屈饿死。对呀，将军，营里的渔阳已经撑不过2日了，反了吧？就算是死，也要拉朝廷那帮狗日的垫背。一时间，几个副将纷纷红了眼，字字句句都是鱼死网破的决绝。本将知道你们心中委屈不忿，但先听本将把话说完。机缘巧合之下，将军府连通了一姐，得了神女相助，要施予我们50万斤粮食。北辽有救了。一姐，神女，50万斤粮食。将军，你有没有哪儿不舒服？不行，我得寻军医来帮你瞧一瞧。楚叶又将神女要给他们50万斤粮食的事情和几位副将说了一次，不管他们信与不信，今晚都要大干一场。锦珠姑娘，纵然有机械牛助力，但搬运50万斤粮食，对你一个弱女子来说，实在是无法承受的重担。在下知姑娘心善，但希望姑娘能保重自己的身体为先。北辽这里有在下成长，姑娘无需太过挂心，力所能及的先送一些过来就好。一丝暖流猝不及防地灌入方锦珠心间。瑞瑞，叔叔，开工啦！瑞瑞坐在机械牛的臂膀上，他拿出长绳，一端牢牢拴在瑞瑞腰间，一端拴在自己腰间。瑞瑞饿不饿？你一会回来，姐姐给你煮大鸡腿吃好不好？哇，真的，哇哇哇！姐姐对瑞瑞真好真好呀，瑞瑞好喜欢姐姐。姐姐也喜欢瑞瑞和叔叔，很喜欢。担心孩子害怕，方锦珠并没有告诉瑞瑞可能会有未知的危险，忍着一颗快蹦出来的心，故意营造出松快愉悦的氛围。缓缓将传送带推过去，看着瑞瑞乖乖坐在上面，正没心没肺的咧嘴朝自己笑。方锦珠也朝小人笑了笑，眼睛却猛然泛起酸胀的泪影。将军府这边所有人的心好像都停跳了一瞬。小夫，瑞瑞脆乎乎的声音让众人回神，一众楚家军激动到搓手顿脚。机械牛的一半真的出现在古代了。瑞瑞赶紧回去告诉方锦珠，方锦珠第一时间将他拥进怀里。不明所以的瑞瑞笑得见牙不见眼，伸出小短胳膊紧紧回抱住姐姐。姐姐真的好喜欢瑞瑞啊！得知时空之门没受改造的影响，方锦珠这才一次性将传送带推到位，然后让瑞瑞带了一封信给楚叶后，就领着2小只先回了宿舍。将军，我答应瑞瑞回来就给他做鸡腿吃，不能食言，还要劳烦你们再耐心等候一会，我会尽快。行，大哥，你说这门后面当真有什么神女？又等了一炷香，叶庭轩有些心焦，忍不住小声问身边的熊大力：“他当真会送50万斤粮食给我们？又没亲眼见着，谁知道是神女还是妖怪？我觉得不太可能，50万斤粮食啊，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我也不信。可将军，嘘，别说了，将军一心为北辽，不管怎么说，咱们只要相信将军就成了。”熊大力的话刚落音，瑞瑞就带着方锦珠的字条过来了。将军，我要开始传送粮食了。都打起精神来，神女要传送粮食了。楚家军齐齐吓了一跳，瞪着突然流动起来的输送带，惊恐又稀罕。这东西竟然会动，难不成是神女的灵兽？这藏的也太一言难尽了。一个沉甸甸的白色蛇皮袋掉在地上，快的楚家军都没反应过来。愣着干嘛？快搬啊！熊大力一个激动，赶紧上前扛了起来。乖，火车至少有8、9、10斤，真的有神女，真的有粮食。
输送带的粮食就一袋连着一袋被送了过来。回过神的楚家军赶紧上前接应，1袋、2袋、10袋、100袋。天啊，好多好多的粮食！好大方的孙女！我家农场居然连通2000年前的古代，而我也收到来自古代大将军的信，信中北辽5万百姓食泥土吃草根，我赶紧给北辽运送了50万斤粮食，北辽的3万百姓2万将士竟奉我为神女。多谢将军，多谢神女，多谢神女，多谢神女。他们都是只会打仗的硬汉，不会说华丽的词汇，但每一句多谢出口，肺腑都为之震颤，每一个磕头都是震耳欲聋的声响。将军府连通了一姐，得神女恩赐，他们现在才得以吃饱饭。最后1袋粮投到输送带上，方锦珠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胳膊腿都好像不是自己疙瘩了。楚叶，50万斤粮食全部传送完了，我要带着叔叔回家补觉了。瑞瑞也跟着熬了一整宿，哭了这么小的孩子了，赶紧安排他去睡觉吧。楚叶看着方锦珠松散无力的自己，眉间皱起一抹心疼。楚家军都累瘫了，一个姑娘家一个人从头撑到尾，能不累吗？心疼归心疼，但楚叶很快便敛起一切心绪，打起精神安排接下来的事宜。爹，不要把招娣换出去，招娣再也不吃树皮了，招娣以后只吃观音土好不好？招娣，别怪爹心狠，下辈子换爹给你当孩子，任你打，任你骂，任你变卖，别哭了，孩子用不了多久，爹也会下去陪你的。楚叶握枪的手一紧，皱眉望过去，就看见几个瘦如骷髅的百姓正在交换手中同样骨瘦如柴的孩子。而离他们不远处，一对出来寻食的母女瘫软依偎在街旁，妇人正咬破了自己的手指，要塞到女儿嘴里。娘，我不要喝你的血，阿翠害怕，阿翠宁愿和娘一起饿死。阿翠乖，将军一定会想办法让我们活下去的，但那之前我们得先熬住啊。娘活了这么久，知足了。阿翠还小，只要挨过这次难关，以后的好日子还长着呢。不要。虽然知道百姓已经开始易子而食，茹毛饮血，可亲眼所见，还是让楚叶心口窒息。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将军既壮健了，就杀了我们吧，也好过我们因饥饿失去人性，沦为食子的禽兽。说着就仰头露出脖颈，一脸绝望，仿佛存心求死，又仿佛楚叶杀与不杀对他们来说都不重要了，反正不死在今日，也会死在明日、后日。见状，楚叶眉宇间的怒气一下子就散了大半。他瞬间明白过来，这几个百姓已经饿得理智沦丧，但又不甘成为易子而食的禽兽，所以才选择在将军府附近行事交易。都给本将振作起来，本将已经寻到原粮了。百姓眼中先是吃怔了一瞬，随后震惊和不可置信就在眼底相继炸开。真的，只需再忍耐一晚，明日一早，本将保证整个北辽城的百姓都能捡到救命的头药。男人狠狠扇了自己两耳光，眼冒金星的那种。好疼啊，这不是做梦。招娣，你听到了吗？将军说有粮食了，咱们有救了。娘，你说的是对的，将军真的有法子。同样濒临绝境，你们只知易子而食满足私欲，可他却让孩子喝自己的血，以求延续孩子性命，这才是父母该有的样子。念你们行恶为国，本将给你们一次将功赎过的机会。本将令你们将已经筹得原粮的消息奔走相告，且要警示众人，从现在开始老老实实待在家中，不得随意走动喧哗。待原粮一到，本将自会通知大家过来领取。另外，待消息的同时传达本将口谕，若有人再敢易子而食，亦或者行诸如此类的恶事，本将军力斩不饶。谢将军饶我们不死，谢将军。你将这个收好，明日领粮的时候交给分发粮食的士兵，他会给你多发一份粮食。东西塞进母女手中，楚叶这才健步离开。姐姐醒了。叔叔什么时候醒的？你一直坐在那里吗？大公鸡叫，叔叔醒，叔叔乖，没乱跑哟。他睡了1天1夜。叔叔饿坏了吧？都是姐姐不好，睡过头了。姐姐现在就给你做饭吃。姐姐累，叔叔不累哟。刚说，他的小肚子就发出抗议声，小人脸上浮现一丝不好意思的粉红。嘟嘟乖，我们不饿，对吧？姐姐做饭好吃，真好吃啊！方锦珠忍不住笑了。哇，姐姐笑真好看啊！小人儿将方锦珠的情绪价值直接拉满，让他一顿面条，愣是吃出了满汉全席的满足滋味。吃完饭，方锦珠算着时间，估计楚叶该是醒了，赶紧写了字条，让叔叔送回去。将军府粮仓不止楚叶，楚老夫人和魏嬷嬷、瑞瑞，还有熊叶2人都为守在时空之门跟前，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东西，地上的东西更是堆成了小山。